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叫毛豆，确实有脂肪肝，确实，我做过 B 超，都没怎么找着我的肝，真的，全是脂肪。我去年讲过我正在减肥，还讲过我是个美食探店博主嘛，都失败了。对，我说我减肥那个倒霉平台是真的听进去了，一个商单都不给我派了，我现在又肥又穷。导演也很着急，最近在上海比赛，导演跟我说你要不挑战一下最近上海很火那个埃及木乃伊。我说上海是洋气哈，吃的越来越杂了。他让我去的是一个去年非常火的一个埃及展，各位有去过的吗？很火。我前两天刚看完这个展，怎么讲呢？干货满满，真的。一开始说让我去看法老，我以为看说唱呢，真的。让我上午10点半到，我说 rapper 起挺早啊。我说法老能起来吗？他说那儿的法老一般不起来啊。突然去博物馆，我那观众打开我视频首页不得吓一跳，东北麻辣烫、西安肉夹馍、埃及木乃伊，毛豆确实不挑食啊。而且埃及我啥也不知道，我讲啥呀？我一进去介绍尼罗河大洪水，我也就认识老罗和大张伟，真的。我就想找个讲解员，但是没法报销，我就跟着别人团后边听，后边阿哥扭头一看，哎，你是毛豆吧？你也在这蹭讲解啊？哎，我也是大连的，所有人都在回头看我，太尴尬了，我赶快换到另一组。那个讲解员正在那讲着，说这个胡夫金字塔里面的法老是毛豆。哎，我也是大连的，我在上海1年都碰不着几个大连的，全在这研究金字塔呢。最后还是花钱找了个讲解员。埃及我就知道3个东西：法老、金字塔、狮身人面像。我就问那个讲解员，但这个狮身人面像这个词儿就卡在我嘴里了。我说你们这有没有那个狮子头？他说先生你饿了呀。讲解员确实很专业，但那个大哥他也太爱互动了，真的。他在讲解埃及的绘画，从那个中世纪以来衰落了很久，到什么时候复兴的？来，毛豆老师，你说到什么时候复兴的？我说到去年嘛。在画上画的是埃及人坐在路边喝啤酒，我说我看着我都吓一跳，我这画的是巨鹿路啊，这是。谁知道他问的是啥呀？他问那个埃及棺材上眼睛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是轮回的意思啊，不对。我说是智慧的意思啊，不对。他说是看的意思。我说看有什么可问的呢？这个。突然被 Q 掉都吓一跳。他说那个埃及法老图坦卡蒙和他爸政治斗争，好几次差点就被杀了。突然就问眼前小孩：“你和你爸爸感情怎么样？”小孩吓一跳：“我和我爸爸感情挺好的呀。”我没白去，真的，我还帮他们破解了个世界未解之谜，说那个埃及棺材上脸的颜色一直都是随机被画成蓝的、红的、黄的，5颜6色。研究了很久，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说这你都不知道？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，红脸的关公战长沙的。那个展真的人特别多，人特别多。上海还是洋气，还有埃及人来看这个展的，属于是老乡见老乡了。过来祭祖的，一边看一边拿本做笔记。我说这不会是盗墓笔记吧？这是。现在还说好多明星都过来看过，来看木乃伊，那鱼确实没有什么活人感。最可惜是一对情侣，太可惜了，在我前面他们看着看着，突然就亲了个嘴。我说你们是从哪起的情绪呢？看见木乃伊嘴干啊！大部分都是大爷大妈，有的大爷听不太明白，就爱抬杠。讲解员说这座金字塔是公元前2000年建的，大爷说不可能，2000年我看新闻联播了，没报啊。你跟他解释半天公元前、公元后，一头雾水。大爷他一般都在公元里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就对价钱感兴趣，一直问说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？这个拿出去能卖多少钱？我说大爷这都是文物啊，这个能判10年，这个能判无期啊。大爷他太犟了，说这些肯定都是复制品。他老伴说肯定不是，就去问保安，保安说都是正品。大爷说他个保安他懂个屁，100来块钱能看见什么破玩意儿？我听着都生气啊！我演出的票也就100来块钱。大姐就好很多，大姐对文物不感兴趣，她就拍照拍视频，给木乃伊开美颜，大眼瘦脸磨皮啊，给那个木乃伊 P 成木乃小姨了。
这你别说，木乃伊长得瘦确实出片，法老躺在那儿打没。我建议大家去博物馆，真的再找个讲解员，能学到很多重要的知识。那个说埃及朝拜太阳神的仪式，就是所有人一块出去晒太阳。非洲啊，我幸亏没活在那儿，就我这个出汗量，我干的比法老都快，真的。这个知识非常重要，因为阳光非常重要。对于每一桶都要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的秦皇泡面更重要。只有晒足阳光，才能酸甜浓郁。番茄是个宝，结黄错不了。这个展马上就要撤展了，说他妈在最后几周就没有任何休假了，全天24小时展出。不愧是大上海，法老奴役了别人一辈子，终于遭报应了。真的多吓人！半夜3点半你去看这个，你都不敢确定那个展厅里面到底是不是游客，真的。这个展办的真挺好的，因为这些文物都很珍贵，因为埃及盗墓很严重。你就想法老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，他全家人都放在一个100多米的大三角里，那个盗墓的跟逛超市的一样啊，他都没有必要弄个石头门，他应该弄个感应门，是吧？一进去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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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法老的全家真的。甚至末代法老会直接把别的金字塔里的陪葬品拿出来自己用，转转。光盗墓就算了，以前欧洲人还会吃木乃伊啊，这是真是，本来都几千个，吃的就剩几百个了。这是不拿法老当干部，他拿法老当干粮，真的。我很震惊，真的。我说你去埃及，你吃点海鲜得了，你吃人家祖先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他们那个面包以前可能就叫棍呢，加了法老以后叫法棍了。你在我眼里这些都是神犬王犬，是吧？至高无上，在人家眼里是毛鸡蛋。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底信不信科学。跟他讲法老有永恒的能量，那不可能。法老有恶毒的诅咒，封建迷信。法老有营养，说那我得尝一口啊，这个。最后从那个展出来，都给我看饿了，真的。导演把拍的那种整体给我看了一遍，我说咱要不删了吧，真的。我全程像个傻子一样。讲解员在那讲说，哎，那木乃伊不只有法老，还有普通人。我在旁边，哦，还有法人。我说咱以后就是拍点吃的吧。导演说对呀，你想吃点啥？我说我想买点牛脆脆加法棍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毛豆。来，毛豆的锁票倒计时开启。再次掌声送给毛豆。毛豆，你是为了写稿去逛的？对，还得了腱鞘炎？不是腱鞘，跟个这肌腱炎，就是那个跟腱那儿就发炎了，肿了，艺术绊了我一脚。毛豆就是每回演出，我就感觉我浑身每个细胞都在笑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太开心了。埃及毛豆是我的 idol， 然后呢，所以说我觉得你是我的 idol 好吗？毛豆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说，甭管你多高尚、多高级，好像万人都崇拜的一个东西，他都给你邦叽一下拉到脚底，就是说成我们大家然后平时都会说的那种东西。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他的点，他能破坏一切精英的感觉，就是我太喜欢了。罗老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毛豆这回无敌，无敌。对这个舞台上能量，作为怎么说呢？作为这个喜剧演员，能量跟摇滚歌手比的也只有你和贾浩了。就他们这个能量是像推土机一样的。而且我觉得这期的文本是有突破的。你当年刚出道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很惊艳，那个鲁大肠那些，但那个时候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觉得你只能基于生活来创作，现在基于观察创作也没问题，这是非常宝贵的，那就后边前途无量。对，谢谢。豆豆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要看法老。自己创作。我在看股票。哎呀。